乌军的反攻是越来越猛了，从一开始的基辅反击战，到如今动不动就往莫斯科头顶丢炸弹，逼得一国首都不得不在国防部大楼上部署防空系统。今天大兵就来和各位盘点一下从开战以来对俄本土的反击。2022年3月末，当时正值俄乌双方第5轮谈判。尽管乌克兰做出让步，同意不加入北约，成为中立国，并且放弃通过军事手段收复克里米亚和顿巴斯来换取和平，俄罗斯却仍然觉得不够。被认为最有可能停战的俄乌谈判就此告吹。俄军又爆出了布查惨案，被点燃怒火的乌克兰再也不愿意委曲求全。泽连斯基将收复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定为国策，并且正式确定未来有机会一定会加入北约。在战场上，一场针对俄罗斯的报复也悄然而至。4月1号凌晨，2架从哈尔科夫起飞的乌克兰米24直升机以超低空飞行的姿态越过俄乌边境，飞至俄军后方大本营别尔格罗德工业区展开空袭行动。在这次行动中，乌军导弹命中了8座各有2000立方米燃料的巨型油库和其他目标。或许是俄罗斯自己也没想到乌军的报复来得竟然如此之快，当地的防空系统全程没反应，任由乌军直升机安全返航。这是从开战以后乌克兰第3次袭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第一次使用原点 U 弹道导弹袭击了俄军罗斯托夫州军用机场，导致数架苏30战机被摧毁或者负伤。第二次是使用原点 U 弹道导弹袭击了俄军在别尔格罗德的弹药库。第3次就是出动武装直升机袭击了俄军在别尔格罗德的燃料库。这3次对俄本土的袭击也标志着乌克兰报复反攻的开始。要说别尔格罗德这个地方还真的是多灾多难呢。自从俄乌战争爆发后，乌克兰的袭击那就没断过。这不，在2022年8月18号，俄罗斯别尔格罗德州州长突然发布消息称，该州位于季莫诺沃村附近的一个弹药库起火，并且发生了爆炸。据称这次爆炸的基地距离前线有150公里。与此同时，该州的旧奥斯科尔机场也发生了大爆炸。俄罗斯虽然并未解释这些火灾爆炸的原因，但想都不用想就知道又是乌军干的好事儿。毕竟该地区是在乌军火炮和火箭炮的射程之内的，什么时候想打了就过去轰2炮。俄军对此也感到痛苦因此在4月份的袭击发生后，这些重要的弹药库都被转移到了乌军火炮够不到的地方。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俄军在此时对自家的防空系统还是比较有信心的。但是很可惜，有信心并不代表真的行。这次别尔格罗德弹药库被炸就是乌军 TB2 无人机干的。该无人机绕过了俄罗斯边境防空薄弱环节，从俄军探测雷达边缘外侧渗透进了俄罗斯境内，最终发射小型空地导弹，命中俄军大型露天弹药库，引发了剧烈爆炸。此外在这段时间里，乌军的反击频率明显越来越高。在8月18到19号，近24小时时间，乌军就袭击了俄军占据的7大目标。而在这其中，又以乌军对俄罗斯别尔格罗德州弹药库的袭击战果最大。从卫星照片上看，俄罗斯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露天弹药库，至少有数千箱弹药。这里也是19姆方向俄军主要弹药补给基地。从俄罗斯内地弹药库解封出来的弹药都会先送到别尔格罗德和库尔斯克方向，再运送进俄乌战场。这次弹药库被炸也给俄军长了个教训，开始将弹药小规模的分散部署。这样一来即便是再被乌军袭击，损失也不至于过大。乌克兰发现弹药库打不出啥好成绩了，立马就转向了更远的目标。毕竟总是打这些距离比较近的俄边境城市，别人还以为乌军没有远攻手段呢。看来是时候挑战一下自我了。2022年12月5号清晨，一个距离乌克兰边境约有700公里的俄军空军基地发生了剧烈爆炸。没错，还是乌克兰干的。据了解，这个被炸的空军基地名为恩格斯基地，位于莫斯科东南的萨拉托夫州，俄军最重要的空军基地之一。该机场被俄军部署了大量的图95 MS 轰炸机，俄罗斯的最强轰炸机图160也在其中。巧合的是，在北约几天前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俄罗斯一直在这个基地集结战略轰炸机和巡航导弹，
这表明很快俄军就要再度对乌克兰进行一次大规模空袭了。有北约情报支持的乌克兰显然早就获得了这个信息，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果然，在12月5号当天，俄罗斯又开始向乌克兰发射导弹，狂轰滥炸，包括敖德萨、文尼察州和切尔卡西亚在内的几个城市都传出了爆炸声。有报道指出，这批导弹呢是海上发射的俱乐部导弹。可见呢，如果乌军今天没有对俄军的机场进行破坏，那么乌克兰恐怕又会遭遇一次饱和式轰炸。而那些图95轰炸机也是俄军针对乌克兰最有效、最安全的打击方式。2架图95受损，对俄军的重创程度仅次于莫斯科号的沉没。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时间段，乌军已经拥有了能远程打击俄罗斯的武器。那么下一个乌克兰要挑战的副本名字就呼之欲出了。2023年2月6号，一架满载炸弹的图141无人机在莫斯科西南方向爆炸，该机的位置呢已经进入了俄国首都的防空圈。这次是真的打到莫斯科了。据了解，该无人机当时携带了一枚100公斤的 OFAB-100-120高爆炸弹，这是一种相对常见的小炸弹，对普通建筑和人员有巨大的杀伤能力。如果该机能够成功进入莫斯科，恐怕很快大地也要试着去防空洞来办公了。而它之所以能够成功的潜入俄首都周围，是由于它采用了超低空飞行，飞行高度仅有50米左右，这就导致地面杂波与无人机混合在一起，让俄军雷达难以察觉，直到抵近莫斯科才被发现。而这次呢，该款无人机能够以50米的高度超低空飞行，就说明其具备了地形回避能力。在乌克兰军工系统遭受严重打击的当下，依然能够将老旧的图141升级到这个程度，可见乌军对普京的用心。当然，对于俄罗斯而言，图141已经算是老朋友了。早在去年10月，乌军的这款无人机就分别拜访了俄本土的几个机场。上一次俄空军基地爆炸，图95受损，也是这货干的。另外，图141的这次袭击虽然最终被拦截，但也为乌军打开了新的大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无论是乌军的军用无人机还是民用无人机，都十分想去俄首都逛一逛。为此呢，有一个乌克兰富豪还专门开了有奖竞猜，谁的无人机能在莫斯科红场阅兵当天袭击红场，就能拿到高达2000万格里夫纳的奖金。很显然乌军玩无人机的那些人性子都比较着急，还没到红场阅兵的时候，就已经有2架无人机在克里姆林宫刻下了到此一游的标志。虽然伤害性不高，但侮辱性极强到了5月9号当天，至少有100架无人机参加了空袭红场的有奖竞赛。至于最终大奖得主是谁，还不得而知。在这几次袭击发生之后，俄新闻发言人也不得不站出来，板着脸警告乌克兰，用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并不会给战争带来帮助。要说这乌军的无人机操作员也真是倔，人家俄罗斯都明确表示了，无人机袭击首都没什么用了，那些倔驴操作员们还一个劲儿地往莫斯科飞无人机。单单最近这1周莫斯科都被袭击4次了，完全不管人家受不受得了。不过这个新闻发言人说的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谁家打仗光用无人机地面部队不跟上，那能打赢吗？所以说人就要听劝。自由俄罗斯军团显然就属于乌军中比较听劝的一批人。你说无人机对战争无效，那么他们干脆就潜入俄罗斯境内，玩一手敌后游击队。2023年5月22号，数百名乌克兰士兵越过了哈尔科夫以北的边界，进入别尔格罗德地区的俄罗斯领土。这些战士呢，由2个忠于乌克兰的俄罗斯部队组成，他们分别是自由俄罗斯军团和俄罗斯志愿军。2支部队都成立于2022年，因为成员都来自俄罗斯，所以被归纳国际志愿军的一部分。2支部队在别尔格罗德州进行了一场渗透作战，甚至一度控制了当地的边关哨卡，占领了几个城镇，更是声称要对普京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并且呼吁别尔格罗德进行独立公投。更令人惊讶的是，俄本土部队呢，居然拿这支部队没有办法。在本土被渗透之后呢，俄罗斯已经不止一次发布消息称将境内的武装分子歼灭，但自由俄罗斯军团很快就会从别的地方冒出来。不得不说自由俄罗斯军团发起的这一场突然袭击确实起到了比较大的影响。俄罗斯一方面紧急调动部队对他们进行打击，
另一方面呢，根据乌克兰情报官员透露，俄罗斯正在紧急地转移当地的一个核设施，据说那个核设施里面存放有核武器弹药。从军事战略方面来看，乌克兰想要在战场陷入僵持的情况下发起大反攻，先派出小股兵力牵制俄军主力是很合理的。毕竟乌军至少要具备20个旅的兵力，才有机会获得正面战场的胜利。另辟战场分散俄军注意力，就是俄罗斯志愿军及自由俄罗斯军团的作战任务。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虽然这些渗透进俄罗斯的部队对外号称已经有1000人，但从这次在俄本土的行动来看啊，应该还是在营级以下规模，因此俄罗斯并不会为其大动干戈，但他们的出现却能极大地干扰俄罗斯本土的军心和民心。在6月2号，就有一段关于俄罗斯边防军的视频在网上爆火。视频中，这名士兵是驻扎在俄罗斯别尔格罗德州的边防军，在自由俄罗斯军团到来后呢，正式宣誓加入其中。但是对于自由俄罗斯军团此次的潜入行动，大兵认为还不够完善。朋友们，请大声地告诉我，玩 LOL 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是把塔推了呀！不把沿途防御塔点掉，怎么打爆基地水晶？俄乌战争也正是如此。要知道，在俄乌边境上可布满了俄军的瞭望塔，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乌军渗透进来。如果能把这些瞭望塔推倒，以后万一哪天乌军其他人也想进来看看，那不就容易得多了吗？而下面我们要介绍的就是深知推塔重要性的海妖特种部队。2023年3月2号，2座位于俄边境的瞭望塔遭到了海妖特种部队的袭击。这2座塔可以自动探测到15公里外的任何移动目标。为了让友军的潜入变得更加顺利，海妖特种部队派遣无人机对俄军防御塔瞭望塔周边展开了仔细的侦查。其中使用的无人机呢，就包括了此前英国援乌的黑蜂无人机。这是一种重约20克的小型无人机，它们足够安静。即便是距离俄军仅有1米，也很难被发现。有了这款武器的帮助，海妖部队在不损失1人的情况下，就获得了俄军瞭望塔的周边情况。最终呢，在该部队的引导下，成功让乌军的导弹摧毁了这2座瞭望塔。说完了地面和空中的进攻，下面就轮到海军了。有的朋友或许会有疑惑，乌克兰现在哪来的海军呢？大部分军舰早在开战当天就被俄军摧毁了吗？但是我们要知道，现在是一个变化很快的时代，乌克兰的新版本海军已经出来了。没错，就是前几天在黑海大放异彩的乌克兰无人艇。作为乌军新兴武器，无人艇的实力那可一点都不比北约的无人机差劲。在8月4号凌晨，乌军无人艇成功袭击了俄黑海舰队驻地新罗西斯克军港，现场枪声大作。在这次袭击中呢，俄军一艘4000吨级登陆舰当场报废。该款无人艇的远距离奔袭也意味着俄黑海舰队再也没有安全之地了。此前黑海舰队呢是以塞瓦斯托波尔为主要驻点，但是克里米亚多次遇袭也让俄罗斯考虑到驻地安全问题，所以呢逐渐将作战舰艇撤离到了新罗西斯克。这里呢也有海军港口可以驻扎，而且呢还能拱卫刻赤海峡，必要时还可以支援一下比尔江斯克。本来这是一个优化方案，但是呢，在克里米亚大桥频繁遇袭的情况下，新罗西斯克也不安全了。而乌军无人艇的这次突袭显然也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因为要袭击新罗西斯克，需要绕过克里米亚半岛，路途遥远，任务艰巨程度甚至比袭击克里米亚大桥还困难。因此大兵才说其作用不亚于北约无人机。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